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领跑这个名字时的困惑。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我正在浏览汽车新闻，8.98万起，顶配11.98万，这样的数字突然跳入眼帘。这是领跑上个月发布的新车 B01 的售价。看到这个数字的那一刻，我停下了手中的咖啡，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真的是在认真做汽车吗？还是在做某种我尚未理解的商业实验？在这个动辄20-30万才能买到像样电动车的时代，这样的价格显得如此突兀，如此不合时宜，却又如此引人深思。的确是这样，就在这个数字公布的那一刻，人们再次想起了领跑最为知名的那个外号“半价小理想”。这个称呼最初听起来像是网友的调侃，甚至带着几分嘲讽的意味。但令人意外的是，领跑好像并不介意别人这么叫他。不仅不介意，创始人朱江明甚至亲自给 B01 起了个新外号“半价 Model 3”。这种坦然接受，甚至主动拥抱半价标签的态度，在这个人人都想做高端品牌的汽车圈里显得格外特别。你会突然发现，半价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标签，而是领跑主动选择的品牌基因，成为了这家车企最为人所知的商业密码。领跑不同于其他新势力追求高端化，主动接受并强化半价标签，以低价为核心品牌基因，成为新势力中最便宜、最亲民的存在，避开高端市场竞争，聚焦大众消费群体。回过头来看，这个品牌的成长轨迹充满了戏剧性。它曾经和哪吒、威马并列新势力第二梯队，只能在魏小李的光芒下猥琐发育。那时候的汽车圈仿佛被这3家公司瓜分了所有的关注度和投资热情。蔚来凭借换电技术和用户服务，理想靠着增程式路线和奶爸定位，小鹏则以智能驾驶为卖点，每一家都有自己鲜明的标签和故事。而领跑、哪吒、威马这些第二梯队的玩家，更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创业者，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如今，这个故事的结局却出人意料，两位曾经的难兄难弟都各自爆雷。威马汽车在2023年宣布停产，创始人沈辉面临各种诉讼和债务纠纷。哪吒汽车虽然还在苦苦支撑，但销量惨淡，资金链紧张，前景堪忧。唯有领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不仅活了下来，还逆袭成了新势力销冠。这种戏剧性的反转，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曾经被忽视的品牌。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所有人都在亏钱的2023年，领跑居然在去年4季度第一次实现了盈利。这个消息传出时，整个汽车圈都震惊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每一个可能的解释都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为什么一家以半价为卖点的车企还能赚到钱？这听起来就像一个商业奇迹，违背了我们对商业常识的基本认知。是其他品牌的价格战打得不够狠，还是领跑真的掌握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核心科技？每一个答案都有道理，可他们又是如此的不一样，如此的难以融合。这种矛盾感让我想起了那些经典的哲学悖论，越是深入思考，越是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在成为半价之王前，领跑在汽车圈的存在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果非要给他一个 title 的话，那可能是车圈抽象之王。但这种抽象不是贾跃亭那种下周回国永远在路上的抽象，也不是李斌那种烧钱如流水挥金如土的抽象。领跑的抽象中带着一丝天真懵懂，带着一丝纯良无害，就像一个刚刚从校园走出来的理工男，对商业世界充满着最朴素的想象和最直接的逻辑。这种抽象让人既觉得可爱，又忍不住为他捏一把汗。故事要从2018年讲起，那是一个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那一年秋天，金桂飘香的季节里，领跑在浙江金华新建的工厂终于落成了。这座工厂承载着朱江明和他的团队太多的梦想和期待。产线调试完成，机器轰鸣声在车间里回响，第一款量产车领跑 S01 的白车身也顺利下线。那白色的车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那么美好，就像一个精心编排的童话故事。按照计划，预计3个月后就可以正式上市了。为了这一刻，领跑已经砸下了20多个亿的真金白银。这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几乎相当于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这一次机会上。新车即将上市的消息在业界传开，时间节点公布了，预售活动也搞了2轮，氛围都烘托的差不多了。媒体开始关注这家低调的浙江企业，投资人开始询问这个项目的进展，一切都在按照剧本进行。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问题来了，而且是一个足以摧毁一切的问题。领跑没有拿到汽车生产销售的准入资质。这个消息就像一个晴天霹雳，
瞬间打破了所有美好的幻想。这就像一个人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请帖都发出去了，酒席都订好了，新娘的婚纱也准备就绪，却突然发现忘记去民政局领证一样荒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完美的，唯独缺少了最关键的那张纸。后来朱江明朱总在接受采访时亲口承认了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他说自己一开始创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原来造车还要国家发许可证。在他最初的理解里，造车就像做其他产品一样，只要把车子造出来，拉到中汽中心检测合格，达到国家标准，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了。这种想法虽然朴素，但在汽车这个高度管制的行业里，却是完全行不通的。等到他终于意识到需要去申请资质的时候，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暂停了相关批审。2018年正值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调整期，监管部门对新进入者的审核变得更加严格，暂停新的生产资质审批成为了行业的共识。这种时机的错位，让人不知道该说是运气不好，还是缺乏对行业的深度了解。这确实很尴尬，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但还好朱总的精神状态确实遥遥领先，或者说他拥有一种难得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这样的困境，他没有选择放弃，也没有选择抱怨，而是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在他的指挥下，整家公司选择装作无事发生，工厂继续按原计划造车子，研发团队继续按原计划推进项目，销售团队继续按原计划准备上市工作，假装资质这回事是不存在的。这种做法在外人看来可能有些疯狂，但却体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没想到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船到桥头真的就自然直了。就在领跑 S01 即将上市的关键时刻，工信部给政策松了松绑，允许那些没有资质的车企找有资质的车企代工生产。这个政策的出台对于领跑来说简直就是天降甘露，是在生死线上捡回了一条命。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整个公司都沸腾了，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于是领跑开始了紧急的寻找代工伙伴之旅。他们光速找了一家原先造公交车的企业长江汽车来进行代工合作。这种选择在当时看来有些仓促，但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就已经是万幸了。双方的合作模式设计得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领跑的金华工厂负责生产车身、三电系统等一切关键零部件，承担了整个制造过程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部分，而代工方长江汽车只负责最后一步的总装环节。这种合作模式让我想起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是大闸蟹的销售策略，在发货之前先在阳澄湖里洗个澡，蹭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认证和品牌效应。长江汽车就扮演了那个阳澄湖的角色，为领跑提供了合法生产的身份证明。这种做法虽然看起来有些取巧，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却是最现实也最可行的选择。至于为什么选择长江汽车作为代工伙伴，其实也没有太多复杂的商业考量和战略布局，主要原因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朴素的可爱。长江汽车就在杭州，距离领跑的金华工厂不远，零部件从金华运到杭州，基本上就是一个江浙沪包邮的效果，在物流成本上能够节省不少开支。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就像是邻居大妈买菜时货比三家的实用主义精神，透着一股浓浓的草根智慧。在那个资金紧张的创业阶段，能省一分是一分，每一个成本控制的细节都可能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借着长江汽车的生产资质这张通行证，领跑 S01 终于在2019年1月如期上市了。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也很有意思，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似乎寓意着领跑要在新的一年里开启全新的篇章。上市发布会办得很隆重，媒体云集，行业关注度很高。朱江明和他的团队终于可以向外界展示他们多年来的心血结晶。然而，更抽象、更戏剧性的事情接踵而来，让人哭笑不得。新车上市后，领跑按照惯例在杭州举办了一次媒体试驾活动。这本来是一个展示产品实力、获得媒体好评的绝佳机会，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没想到，一名媒体老师在试驾过程中，开着领跑 S01 在杭州的街道上正常行驶时，突然被交警拦了下来。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例行检查，或者是车辆的某个技术指标有问题，结果一问才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实：车上挂着的临时牌照居然是一张假临牌。这个发现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炸懵了在场的所有人。媒体老师当场就傻眼了，领跑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结果可想而知，这名无辜的媒体老师原地喜提拘留处罚，驾驶证被扣光12分，面临重新考驾照的尴尬处境。这种结果对于一个职业需要经常试驾各种车辆的汽车媒体从业者来说，简直就是职业生涯的重大打击。事件发生后，整个汽车媒体圈都在议论这件事，领跑一夜之间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但显然不是以一种正面的方式。面对这样的公关危机，领跑没有选择推诿责任或者找借口，而是立即站出来承担全部责任。公司高层公开道歉，并且主动承担了媒体老师重新考取驾照的全部费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出行和误工费用。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一些声誉，但整个事件还是给领跑的品牌形象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事情才算勉强平息下来，但这个乌龙事件已经成为了汽车圈的一个经典案例，被人们反复提起和讨论。随着领跑 S01 正式开卖，更多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用户的口碑也逐渐在各大汽车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发酵。但很遗憾，这些口碑大多数都不是正面的，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接踵而至，主控屏幕莫名其妙的黑屏，让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去了对车辆状态的监控，控制系统时不时的出现故障，导致一些基本功能无法正常使用。更严重的是，制动系统也出现了故障，这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让用户对产品的信心大大下降。这些问题不是偶发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质量缺陷。在各大汽车投诉平台上，关于领跑 S01 的投诉几乎没有断过，车主们纷纷在网上分享自己的遭遇，形成了一种负面的舆论氛围。更让领跑头疼的是，首批购买 S01 的200多名车主，这些本来应该成为品牌忠实拥趸和口碑传播者的早期用户，却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联合起来搞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体维权行动。这种集体维权的场面，对于任何一家汽车企业来说都是噩梦般的存在。车主们聚集在领跑的办公场所和销售网点，拉横幅、喊口号，要求公司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并给出合理的赔偿方案。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事件，负面报道铺天盖地，领跑的品牌形象受到了严重冲击。有这些幺蛾子事件在背后作祟， S01 的销量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领跑公司原本对 S01 寄予厚望，内部制定的销售目标是年销量达到1万台。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并不算激进，但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第一年 S01 只卖了1000台左右，这个数字距离目标相差了整整10倍。这种巨大的落差，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这种销量低迷的状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好转。直到2022年 S01 正式宣布退市为止，这款车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4年时间加起来也就卖了不到3000台。这个数字对比当初投入的20多亿资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级别的亏损。面对这样的现实，领跑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是继续坚持原有的产品路线，还是彻底转变策略？花了20多亿建造的工厂不能就这样闲置着，只为了生产这区3000台车。这样的投入产出比，任何一个理性的商人都无法接受。于是在2020年中期，领跑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充满争议的决定，推出一款全新的产品来拯救公司的命运。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戏称为青春版老头乐的领跑 T03。当这款车的设计图首次曝光时，整个汽车圈都沸腾了，但这种沸腾更多的是惊讶和质疑，而不是赞叹。大家伙一看设计图，立刻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哦豁，这不就是奔驰 Smart 吗？这种相似度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从车身比例到设计细节，从前脸造型到侧面线条， T03 几乎就是 Smart 的翻版。这种还原度之高，这种模仿之精确，简直可以用像素级高仿来形容。如果把两款车停在一起，不仔细看车标的话，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同一款车的不同版本。网友们纷纷调侃说，这真的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嘲讽，朱总展现出了一种让人意外的坦率。他没有选择否认或者找借口，而是大大方方的出来承认 T03 的设计目标就是要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和 Smart 一样好。这种坦诚的态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界的批评，但也让人们对领跑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更多的质疑。那么，领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款明显模仿 Smart 的小车呢？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向经典致敬，但明眼人都知道，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商业考量。其实，领跑的代工伙伴长江汽车此前就推出过自己的微型电动车，叫做翼酷。有趣的是，
翼库和 T03 之间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仅在设计理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连最关键的轴距数据都是一模一样的2400毫米。这个发现让业界的很多人开始怀疑 T03 表面上是在模仿 Smart， 但本质上可能还是在使用代工厂现成的技术平台进行拉皮换壳的操作。这种做法在汽车行业并不罕见，特别是对于资源有限的初创企业来说，利用成熟的技术平台可以大大缩短开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产品的原创性和技术先进性会受到质疑。但是，不管外界如何质疑，不管设计有多少争议， T03 的市场表现却给了所有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这还不是最抽象、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部分。T03 的定价策略可以说是相当美丽，补贴后售价仅为 6.58 万起，这个价格在当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要知道，那个时候大部分电动车的价格都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6万多的价格几乎接近了燃油车的水平。这个定价策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T03 当年就把领跑公司的年销量从此前 S01 的1000多台一举拉升到了8000多台，实现了近10倍的增长。这种销量的爆发性增长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2021年 T03 的表现更加惊人，一口气卖出了4万多台，为公司创造了将近32亿元的营收规模。这个数字对于一家此前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新势力企业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但是，任何商业奇迹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代价。在 T03 销量大爆发的背后，领跑付出的成本代价却是惊人的。造这些车的总成本达到了45亿元，而营收只有32亿元，这意味着领跑在毛利层面就亏损了13亿元。更直观的说，每卖出一辆 T03， 公司就要亏掉 3.2 万元。而且这还仅仅是毛利层面的计算，还没有算上公司的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各种运营成本。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进去，领跑每卖一辆车的亏损额度会达到8万多块钱。这个数字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辆售价6万多的车，公司却要倒贴8万多才能卖出去。这种商业模式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难以持续的，但领跑却坚持了下来，并且还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些冲突和矛盾的本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商业哲学的终极命题，不同的人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领跑在用一种近乎天真的方式，试图证明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商业逻辑：只要成本足够低，只要价格足够便宜，就一定能够获得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最终实现规模效应和盈利目标。这种想法既天真又可怕，既可爱又危险。它天真是因为忽略了市场竞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忽略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忽略了技术积累的必要性。它可怕是因为这种不计成本的价格战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很容易演变成整个行业的恶性竞争。但同时，这种想法也体现了一种纯真的商业理想主义，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实现梦想一样朴素而执着。面对一边是巨额亏损，一边是快速增长销量的矛盾局面，领跑走上了一条真正的钢丝绳。这条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但朱总显然不是那种会被困难轻易吓倒的人，他选择了一个更加大胆、更加激进的策略来解决这个矛盾。既然代工模式能够让公司活下来，那为什么不能彻底摆脱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完全自己干呢？2021年9月，在经历了多年的亏损和质疑之后，领跑在时隔5年后再次递交了 IPO 申请，于2022年9月29日成功登陆了香港交易所。这次上市为领跑带来了急需的资金，也为朱总实施他的宏大计划提供了物质基础。有了钱之后，朱总立刻开始了他的全站自研之路。但这种自研和其他公司为了技术领先而进行的自研有着本质的不同。领跑的自研有着一个明确而朴素的目标：降低成本。朱总的逻辑简单而直接，既然每一个供应商都要在产品价格中加上自己的利润，那我自己做这些零部件不就可以省掉这部分成本吗？这种想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符合常识，但在汽车这个极其复杂的行业里，自研意味着巨大的前期投入、漫长的回报周期以及巨大的技术风险。大部分汽车企业都不敢轻易尝试全站自研，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但领跑就是敢于做这样的尝试。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站自研体系，从最核心的芯片到最复杂的软件系统，从电池技术到底盘设计，从自动驾驶算法到车载娱乐系统，领跑想要掌控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关键环节。这种野心听起来很美好，
很宏大，但现实往往比理想更加骨感和残酷。2022年，领跑确实实现了销量的大幅增长，全年交付了11万台车，这个数字在新势力企业中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但与此同时，公司的亏损也达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程度，全年亏损51亿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卖出一台车，领跑就要亏损46万元。这个数字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却是血淋淋的现实。面对如此巨大的亏损，任何一个理性的商人都会选择调整策略，放缓扩张步伐，先解决盈利问题，再考虑规模增长。但朱总依然坚持着他的路线，他相信只要规模足够大，成本自然就会下降，盈利的拐点总会到来。这种坚持既让人敬佩，也让人担忧。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坚持和执着，领跑开始了更加疯狂的产品投放节奏。在短短2年时间里，领跑接连推出了 C01、C11、C16 3款新车，覆盖了轿车、SUV、MPV 等不同细分市场。这种产品投放的速度在汽车行业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因为每一款新车的开发都需要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投入，需要大量的测试和验证，需要建立相应的供应链和生产体系。但领跑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执行力和决心。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市场和竞争对手，我们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在快速成长，还在不断推出新产品。这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虽然简单粗暴，但效果却是显著的。领跑的自研路线有一个非常明确而纯粹的目标，那就是为了省钱，为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能够半价销售的汽车产品。消费者能够最直观感受到的领跑黑科技也是省钱这一点，也就是能够以1半的价格买到同级别的车型。这种商业逻辑虽然简单，但却是最容易被普通消费者理解和接受的。到这里，领跑的半价商业逻辑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通过自研降低成本，通过低成本实现低价格，通过低价格获得市场份额，通过市场份额实现规模效应，最终通过规模效应实现盈利。这个逻辑链条看起来完美无缺，但能否在现实中成功运转，还需要接受市场的最终检验。接下来的故事就完全交给市场去书写了。2024年对领跑来说注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是领跑真正出圈的一年，也是其商业模式开始发挥威力的爆发之年。从年初到年底，领跑的月销量呈现出了惊人的增长轨迹，从年初的1万出头逐步攀升，到年底已经稳定在4万多台的水平。这种增长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现象，而是持续的、稳定的增长趋势。全年累计销量达到了30多万台，这个数字已经足以让领跑跻身新势力企业的第一梯队。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领跑旗下的明星产品 C11 实现了单款车型月销量破万的成绩，这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同时，领跑还推出了面向全球市场的车型 C10，以及满足多胎家庭需求的大6座车型 C16， 产品矩阵日趋完善。在财务表现方面，2024年领跑的成绩单同样亮眼，全年营收达到321亿元，同比增长 92%， 这种增长速度在整个汽车行业都是令人瞩目的。朱总此前制定的1000亿营收目标，完成度已经超过了 30%， 按照这种增长势头，实现这个目标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但最惊人的变化还不是销量和营收的增长，而是盈利能力的根本性转变。到2024年第4季度，领跑的净利润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正，成为了继理想汽车之后第2家实现单季度盈利的新势力车企。这个成就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是蔚来和小鹏2家明星企业至今都没能做到的事情。这个消息传出后，无数资深的汽车行业从业者、投资人、分析师都开始重新审视这家此前被低估的企业。很多人此时才猛然发现，领跑这匹黑马已经悄然跑到了赛道的前列，而他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不少投资人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早点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与此同时，更多的行业观察者开始重新回顾和研究朱江明在早期创业时期喊出的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3年超越特斯拉，4年推出8款新车，2025年销量达到80万辆，这些在当年听起来简直像是在搞抽象艺术的口号，如今看来已经成了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现实目标。回想起来，这些目标在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确实显得过于激进和不现实。那时候的领跑还在为生产资质发愁，还在为第一款产品的质量问题焦头烂额，还在承受着每卖一辆车就亏损数万元的巨大压力。在那种情况下，谈论超越特斯拉，
确实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朱总的这些目标设定虽然激进，却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战略远见和执行决心。到了2025年，领跑更是呈现出一骑绝尘的发展态势，连续4个月稳居新势力企业销量排行榜第1位，月销量逼近5万台大关。这种销量水平已经可以和传统汽车巨头的主力车型相提并论，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新势力企业规模上限的认知。3月份，领跑推出了旗下第1款 B 系列车型 B10，依旧延续了熟悉的价格屠夫风格，预售价格区间设定为10.98万到13.98万元，这个定价再次刷新了同级别车型的价格下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搭载激光雷达的顶配车型预售价仅为12.98万元，这个价格狠狠地拉低了整个行业激光雷达车型的价格基准线。要知道，在领跑 B10 之前，带有激光雷达的车型基本都是20万元以上的豪华车专属配置。紧接着在7月，领跑又推出了 B 系列的纯电轿车 B01， 起步价更是低至8.98万元。领跑为这款车打出的宣传口号依然是那个熟悉的半价 Model 3，继续强化着自己价格杀手的品牌形象。这种定价策略的激进程度，连一向以性价比著称的小米汽车都相形见绌。更让竞争对手感到压力的是，朱总在今年还披露了领跑未来产品线的完整规划蓝图。根据他的介绍，明年领跑还将推出2款 MPV 车型，正式进入 D 系列的产品序列。在朱江明的宏大规划中，领跑旗下将形成 A、B、C、D 4个完整的产品系列，每个系列都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价格区间。A 系列将专注于最低价格段的市场，主要面向对价格极度敏感的入门级用户。B 系列主攻10万到15万元的主流消费市场，这是目前中国汽车消费的最大区间。C 系列将覆盖15万到20万元的中高端市场，满足对品质和配置有更高要求的用户需求。最后 D 系列将承担品牌向上的战略任务，以超豪华的产品配置和相对不豪华的价格定位，将领跑品牌带入20万到30万元的高端市场领域。但无论产品线如何扩张，无论市场定位如何调整，兜兜转转，领跑的核心品牌定位都是高度一致的。过去它是半价特斯拉、半价小理想，现在它是半价 Model 3，将来它还准备扩张自己的半价版图。往上可以挑战豪华品牌，做半价阿尔法、半价极氪、半价仰望；往下也可以继续下沉，做半价小鹏、半价极越。半价似乎已经成为领跑品牌 DNA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故事讲到这里，一个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领跑就不能摆脱这种半价的标签，做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品牌呢？为什么它总是要通过与其他品牌的对比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建立一套完全独立的品牌价值体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从领跑的灵魂人物朱江明朱总身上去寻找。通过研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的发言和采访，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朱总经常提到他最推崇和学习的2家企业，一个是日本的优衣库，另一个是日本的丰田汽车。这2个看似不相关的品牌选择，实际上揭示了朱总内心深处的商业哲学和价值观。朱江明眼中，优衣库的理想商业模式，优衣库的核心价值在于满足大众核心需求，产品覆盖基础服装品类，价格无负担，面料品质可靠，做工经得起检验，能让消费者产生信任。后需精密商业运作支撑，注重功能性、舒适度与品质达标，但拒绝在单一维度不计成本过度开发或炫技，既非无品牌价值的廉价品，也不让消费者为品牌标签支付高额溢价，平衡实用价值与合理品牌感。优衣库哲学在领跑策略中的落地，朱江明将优衣库逻辑迁移至汽车领域，认为大众汽车消费者更关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配置，如车内空间、座椅舒适度、储物设计，而非华而不实的技术噱头，否定 L2、L3 支架、800伏高压平台、自研芯片等技术的大众必要性，3、4线无配套，日常通勤用不上高续航。主张与其投入巨额成本研发黑科技，不如提供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直观价值，贴合普通用户真实用车场景。对行业无度研发的批判与领跑的差异化研发导向，认为当前多数车企的技术研发本质是变相营销与品牌包装，通过炒作技术概念建立高端形象，忽视消费者实际需求。而领跑的研发投入虽绝对值低，却聚焦成本控制与价格优化，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降低产品成本，最终以半价、5折的直观价格优势，让用户感知到超越技术概念的价值。
领跑与优衣库的核心共性，立足大众市场，获得市场回报。领跑在汽车行业扮演优衣库角色，二者均深度耕耘供应链管理，通过规模效应、流程优化降本，均坚定聚焦大众消费群体，不追逐小众高端市场，均以满足核心需求、提供高性价比产品为核心，最终都获得了大众市场的认可与丰厚商业回报。至于朱总提到的第二个标杆企业丰田汽车，可能更像是领跑在自我想象中的未来形象和终极目标。要知道，当前这一代中国新势力车企在寻找海外对标品牌时，展现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共同现象，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那些最顶级、最豪华的汽车品牌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和竞争目标。蔚来选择了 BBA、奔驰、宝马、奥迪作为对标对象，小鹏选择了特斯拉作为追赶目标，理想选择了保时捷作为服务标准的参考。这种选择虽然体现了中国新势力企业的雄心壮志，但也暴露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在争夺那个相对狭小的高端消费市场。但一个健康的汽车市场并不只是由那些豪华品牌构成的。当传统的合资品牌逐渐在中国市场失去竞争力，开始让出市场份额的时候，那些原本由大众、丰田、日产、现代、马自达等品牌占据的庞大终端市场，同样需要有中国的新势力企业去填补和占领。这个市场虽然单车利润不如高端市场丰厚，但总体规模却更加庞大，发展潜力也更加巨大。对于还没有形成足够规模效应的新势力企业来说，进入这个市场虽然挑战更大，竞争更激烈，但一旦成功站稳脚跟，获得的回报也会更加丰厚和持久。而领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正是这样一条看似困难，实则充满机遇的路径。过去10年时间里，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想要成为中国的 BBA、中国的保时捷、中国的特斯拉的企业和品牌，但这个市场最迫切需要的，也许是一家中国的丰田，一家能够像丰田一样可靠、实用、高效，同时价格亲民的汽车企业。最终，我们需要的是一家汽车圈的优衣库，它不追求最先进的技术，不追求最豪华的配置，不追求最高的品牌溢价，但它能够以最合理的价格为最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最实用的产品和最可靠的服务。到这里，你会突然产生一种深深的感动，因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在这个人人都想要成为独角兽，都想要颠覆行业的创业环境中，还有人愿意选择这样一条看似平凡却极其艰难的道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也不是每家企业都要做最酷炫、最前沿的那个。有时候，最朴素的商业逻辑、最直接的价值创造、最实在的用户服务，反而能够走得最远，活得最久。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总是习惯性的去寻找那些最亮的星星，去关注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天体。但其实，那些默默发光的普通星星，那些不张扬却始终坚持的光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照亮着这个世界。领跑就是这样一颗星星，它不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但它始终在那里，坚持着自己的轨道，发出着属于自己的光芒，为那些需要光明的人指引着方向。